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1号至12号在北京举行。中央财办负责人日前接受多家央媒采访，深入解读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回应当前经济热点问题。19号的国家发改委记者会上，也对今年经济发展目标的完成情况作出通报。在19号上午举行的国家发改委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李超强调，有条件、有能力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总的看呢，随着经济动能持续恢复，各项政策接续推出，政策效应的逐步显现，我们有条件、有能力推动政策运行持续好转，内生动力持续增强，社会预期持续改善，风险隐患持续化解，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的各项主要预期指标。另据中央财办介绍，今年中国经济运行呈现一高一低两平的特点，即增速较高、就业平稳、物价较低、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主要预期目标有望圆满实现。有机构和专家学者预测，全年经济增长5.2%左右，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6万亿元。今年中国仍是全球增长的最大引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1/3。中央财办研判，明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提振经济的举措，例如像万亿的这个特别国债，而这些国债目前看来已经都在陆续的推出跟在路上。那么这些政策在投下去以后，当然我们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这样一个实质政策的这样一个传导和落地。那么这些政策会在2024年见到实效。所以由此，我对这个整个2024年中国经济，我觉得还是充满了信心。今年9月，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中央财办也提出6大措施来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外界认为，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崛起就得益于中央对新质生产力的顶层设计。根据中汽协数据，今年1至11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09.1万辆，同比增长83.5%。前3季度的销售数据显示，深圳车企比亚迪已经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市场占有率最高的电动汽车企业。而受惠于中国的新能源产业政策催化，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近年来也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2021年以来，这一家工厂的出货量就占特斯拉排的1半以上。最新消息还显示，中东投资机构再以22亿美元加仓中国新能源车企蔚来，延续看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至少已经有9家中国汽车公司获得了来自中东资本的投资，累计投资金额超500亿元。例如，我们要大力发展我们的数字产业、数质产业，而不是传统的数字产业、数质产业。我们要人工智能，我们的这个新科技。然后用这个人工智能来升级改造我们的传统制造业，让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对于美西方舆论炒作所谓外资撤离中国的问题，中央财办表示，受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持续低迷、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等因素影响，今年前10个月中国吸引外资规模同比下降9.4%，但金额仍处于历史高水平。中央财办指出，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加快，新设外资企业数量增长32.1%，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9.5%，加拿大、英国、法国、瑞士、荷兰等发达国家对华投资大幅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前10个月，加拿大、英国、法国、瑞士、荷兰等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110.3%、94.6%、90.0%、66.1%和33.0%。中央财办表示，展望未来，我们吸引外资仍具备诸多有利条件。下一步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一是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二是积极回应外资企业诉求，三是进一步便利中外人员往来。在近期宣布的单方面免签政策、互免签证安排、加快恢复国际航班等基础上，切实打通堵点，提升外籍人员来华经商、学习、旅游的便利化水平。深圳卫视注意到，
美国亚马逊近期加码投资深圳，也印证了发达国家对华投资信心的增强。本月12号，2023年亚马逊全球开店跨境峰会在深圳开幕。会上宣布，亚马逊全球开店亚太区创新中心落户深圳前海，这是亚马逊全球开店亚太区首个创新中心。数据显示，近1年来，中国卖家在亚马逊全球站点销售额超100万美金的中国卖家数量同比增长超过25%，超过1000万美金数量同比增长接近30%。But what we wanted is to have, first in Shenzhen, a center where best practices can be shared, where you'll have, experts, industry representative, Amazon talent to really spread out the innovation that we're seeing so that more sellers, more entrepreneurs can benefit from these opportunities of driving global export. 据统计，目前深圳已汇聚了英特尔、高通、苹果、ARM 等15家世界顶尖外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企业。我们在深圳看到了有强大的制造业的基础，也看到了强大的软件的基础。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在数字化的这个转型过程中间，深圳和英特尔能够共同寻找到新的发展机会。多家国际媒体报道显示，目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分别下调全球经济预期增速至2.9%和2.7%，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则将中国2023年 GDP 增长预期从之前的5%上调至5.4%，远高于全球增速，同时上调2024年中国 GDP 增长预期。经合组织也将2023年中国 GDP 增速预测值上调至5.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报告指出，今年和明年全球经济的不利因素主要来自于美国，因为美联储的加息举措会继续抑制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增速预计将从2023年的2.4%放缓至2024年的1.5%。欧元区国家的状况同样可能促使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经济日报17号发表题为《实现发展和安全动态平衡相得益彰》的评论文章称，明年经济工作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随时防范灰犀牛事件，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最重要的始终是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1分部署9分落实，要保持战略定力，牢记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握紧发展主动权。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随着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加，中国最高领导层近年多次强调经济金融领域中黑天鹅、灰犀牛的存在及其危险性，并将防风险提升到了更突出的位置。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了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新表述，受到外界高度关注。这12字方针蕴含着哪些经济政策的密码？为明年的经济提供了哪些动力？带着这些问题，深圳卫视驻港记者近日专访了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及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汪涛分析认为，2023年稳的任务基本完成，2024年转换赛道，以进促稳，预示着转型发展的新节奏。从最近的数据今天的数据可以看出来，目前来看呢，就是消费和出口基本上还是相对比较稳定，而且出口略有好转。那么从这个以进促稳呢，我觉得现在整个经济里头压力比较大的还是房地产这个行业。所以呢，我看比如说北京、上海最近也出台了一些政策，应该是说有更多的这些支持的政策出台，力求房地产这个行业能够稳下来。那房地产稳定了，那么我觉得居民消费的信心、地方财政的状况，都有助于这个能稳定下来，所以我这个觉得很重要。会议提出先立后破的说法十分新颖，受到海内外舆论高度关注。汪涛分析认为，这是经济转型所驱动的，对政策出台的节奏感要求较高。近年来提出的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及最近提出的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都是先立的逻辑，立住了才能稳中求进。
先立后破，的话，就包括我觉得这个整个经济里有很多要改的，我们现在也在转型的时期，但是呢，这个转型呢，我觉得也要这个控制一个节奏。我们看到这个制造行业有新能源啊等等这些行业，在地方政府方面呢，我觉得目前呢也应该就是在财政改革啊、控制债务的同时呢，我觉得也要看到呢，地方政府财政确实困难，他们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所以呢，特别国债今年发了1万亿，明年呢我们期待还有1万亿。另外就是化债方面也有更多的资金支持，所以呢，能够在一个地方政府它的这个整体资金平稳运行的情况下呢，再来逐渐的去转型。作为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带领的团队负责研究亚洲和中国宏观经济和政策等问题，并多次在各类机构投资者调查中名列榜首。此前，汪涛还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经济学家，负责研究亚欧新兴市场和中国宏观经济和结构改革问题。汪涛观察到，统筹促进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是近年来经济工作的一个主要抓手，为抵御风高浪急的国际局势、驱动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全球第2大经济体，最主要的经济增长的动能还是来自于内需啊，因为内需占到整个 GDP 的80%以上，我们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不可能靠这个出口来拉动我们这么大的一个体量的经济体的增长，所以内需那么就要发展潜力，发展内循环，并不表示不需要这个跟外面结合，所以中央也强调说要更多的跟外面融合，这个包括就是制度上的跟外面的这个开放，还有包括引进这个外资。在国际经济复苏乏力、一些国家搞脱钩断链的大环境下，引进外资遇到很大压力。汪涛认为，虽然难，也必须要大力推进。那外资其实也可以带来就是国际竞争，带来新的科技、先进的科技和这个一些管理经验等等各方面，可以促进国内的这个经济发展。所以就不管是从出口进口也好，还是从这个应该说互相融合然后这个促进竞争和科技发展这方面都来说，这个更多的对外开放，有利于更好的促进我们的内需。那您觉得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姿态或者说信号，对于这个融入国际的这个整个经济形势来看，是好还是坏呢？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我们其实面临着外面的一些压力。一方面呢，就是今年这个全球的进口是下跌的，那我们的出口也是受到影响。那么第二呢，就是说有些国家也采取了一些对我们的出口限制，对我们的进口高科技产品有一些限制的这样的措施。在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挑战面前呢，我们这个其实这个中央也一再提出，中国要继续开放，而且是高水平制度性的开放都提出来。所以就是说外面可能有脱钩的压力，但是我们呢是要继续的融入全球经济继续的这个扩大开放。20大也提出了这个整个应该说资源配置中还是以市场这个为这个主导的这个地位，或者说起这个决定性的作用等等这些方面。